你怎么看待你跟战宇之间的感情啊？我只是把他当弟弟。你真的没有一丝一毫对他动过心吗？我承认，战宇是个人人怜爱的男孩，但我对他的感情从来就是一种亲情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之前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在你心里，严谨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很完美，无所不能。但是后来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。也许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严谨。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。这可以停车吗？没事，马上回来。哎，找到一家还不错的客栈，走吧，上车。哎，你好，先生你好，办理入住。请问一下。您的钥匙。哎，谢谢。我的背影有这么迷人吗？是吗？没注意到。给你，只剩一间关键房了，这里最好的房间，我住你楼下。杨老板破费了。季老板客气。现在5点半，咱们到焚香沐个浴，20分钟以后咱们楼下集合。我带你吃点儿，喝点儿。好啊。严谨，都到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好？不好意思啊，
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我还在洗，现在光着呢。你是进来的啊，还是？再给你10分钟，你要再迟到，我就去找别人喝酒。亏你还是武警出身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跟季老板吃饭，我总得洗得干净一点嘛啊！你一个大男人动作这么慢，太不雷厉风行了。晚上吃什么呀？反正不吃辣。刚才就一直在看手机，吃饭的时候能别晚了吗？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，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。出什么事儿了呀？突然跳闸，一个老太太在洗手间里摔了一跤，骨裂，家属狮子大开口，要我赔10万，点背。我之前也遇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客人，自己不小心把水杯打翻了，烫伤了手，还赖我的店员。唉，为了息事宁人，我还赔了他1000块。想开点吧，这年头，只要人没事儿，就都不是问题。哎，都说利川没有古城好玩，我倒觉得挺热闹的。这条街上的小店也挺有特色的。来过利川几回啊？我奶奶是利川人，她15岁之前住在宁海对面的龙磡。我爸妈年轻的时候事业心很重，一起去援藏。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，奶奶在我心目中才是大英雄。她年轻的时候跟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，就是似水流年的前身。我爷爷在我爸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奶奶一个人撑起了店铺，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听呢。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？那是本店特色，不爱喝拉倒。不好意思，小王，我得回房间一趟，我得发个邮件。你在这儿拿手机发不就得了？文件在我电脑里啊，我发完就回来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乖乖等我回来。老板，再来杯长岛冰茶，谢谢。好。不是你的名字有多美，只是尝一口万事付流水。嘿，你的梦里有谁？我要去远方，你是否会跟随？嘿，我只有一把吉他，曲风残露宿，你可别后悔。七桥，醒醒，睡着了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哎，别提了，刚发完邮件，老太太家属电话就给我打过来，说我们经理态度不好，不仅要加钱，还要起诉我。我这好一通说呀，说得我嗓子都冒烟了，才同意私了。你就一直干坐着等我，不下去走一走？不是你让我等你吗？真是一只听话的哈巴狗啊！少废话，罚酒。哎，你酒喝到一半就放我鸽子，我要重重的罚。罚？但人家打烊了，要不要买点酒换个地儿罚？去哪儿啊？回客栈啊，边喝酒边俯瞰整个宁海的夜景，多惬意啊！我不回去喝，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，我还不知道。我要真想睡你，我等到现在了。你能不说这件事儿了吗？这样，我发誓，如果我严谨，今晚对你图谋不轨，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。行。
袁老板，你能不能安静1分钟？就1分钟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每天收工都能在这样的露台喝上一杯，就算只能活到30岁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呸！磨木头，至于说这么丧气的话吗？跟哥说，你看上哪家客栈还是院子，哥给你买下来，把似水流年搬过来不就好了吗？我知道你有钱，但不是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。也对啊，感情就是买不来的。你几年没有谈恋爱？ 2年了。前男友是谁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因为什么分手？你查户口呢？这夜色缭绕的，不聊聊情感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你前女友是谁？在哪儿工作？因为什么分的手？我谈过3个女朋友，有音乐老师，有演员、模特，可他们跟我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的钱。我往钱砸出去了，人还是留不住。我交代完了，赶紧。我前男友是刑侦支队的。哟，也是个警察，刑侦支队的谁啊？叫赵廷辉。听都没听过，不认识。为什么分手？我们俩分手呢，是因为他家里不同意，觉得我大学退学，跟人打架，自己开店，是个不务正业的女流氓。这个你放心啊，我虽然身为家里面的长子，但我的感情和婚姻绝对不会被我的父母左右。这点，我向你保证。我有说过我要跟你在一起吗？脸红了。我喝多了。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。看着我的眼睛。放着那么美的夜色不看，看你这丑八怪。什么都愿意为你。你已经喜欢上我这个丑八怪了。就你，狂妄自大，自以为是。那你喜欢战宇啊？战宇是我爹。得了吧，异性间就没有纯友谊。像战宇这样从小就缺乏关爱的男孩，是特别容易喜欢上你这样的大姐姐的。战宇也把我当亲人好吧？他要喜欢啊，也喜欢他们学校乐团那些长得好看的小姑娘。那如果有一天他跟你表白，你怎么办？那天根本就不会来。来与不来，你季小欧只能是我严谨的女人。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
喂，醒醒了，起床了。天还没亮，我想再多睡一会儿。哎，别睡了，哥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刚刚是不是打呼噜了呀？没有啊，我打。太阳公公什么时候才出来呀？是啊，小猪都睡醒了，太阳公公还没醒。你说谁呢？把视频给我删了。凭什么删啊？这是我的作品。把手机给我。不该。谁是猪？你才是猪呢！有本事你制服我！来，你给我。不该，就你这个小身板，还跟我闹。嗯。嗯。哎，看，出来了。还记得上一次看日出，是奶奶带我去看的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日出。谢谢你，严谨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悲伤的人看日暮，有梦的人看日出。咱们俩也算一起做过梦。没想到你这个臭流氓，还是个有情怀的暖男。我在利川待了3年，参与过几个大案子，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死在这儿。所以我呀，特别享受活着的日子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有朝一日，可以跟自己最喜欢的姑娘，走遍整个世界。严谨，你对我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帅啊？我说正经的，严肃点儿。这样，咱们俩玩一个正话反说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严谨，你真帅。纪晓，你可真聪明。严谨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我喜欢死你了。纪晓，我恨死你了。这辈子，我都不要再见到你。严谨，你会骗我吗？当然会。我没有在跟你玩游戏。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，
我不再爱你。不是你的名字有多美，只是念一遍句句都枯萎。不是你的吻多让人沉醉，只是尝一口万事付流水。嘿，你的梦里有谁？我要去远方，你是否会跟随？嘿，我只有一把吉他，曲风残露宿，你可别后悔。我承认我彻底沦陷了，我渴望每天都能看到严谨，每时每刻都跟他在一起。可是从利川回来仅仅3天后，严谨就失联了。咱们住哪儿啊？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。先生您好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刚才2位男士住的哪个房间？在楼上舒适房。是朝西面对宁海的吗？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你的耳环真好看。是吗？谢谢。找到一家很不错的客栈，在那边。您的钥匙。一会儿见。你不吃？啊，我看你等会儿才到呢啊，飞机晚点。六哥，咱们这次交易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今天来的人呢，叫阿超，他是吴老板手底下的。这个吴老板可是咱们的大客户，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？那一会儿人来了，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给我好好看，好好听，看我怎么跟那工农仔做交易，怎么去验货。等你学会了，以后这个活就是你的。
交给我这活儿，怎么了？不是你让我多提拔提拔你吗？是，多谢六哥栽培。这次交易，伟哥很重视，所以你千万别给我出差错，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六哥。妍姐，妍姐，妍姐，都到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好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我还在洗，现在光着呢。你是进来的呢，还是？再给你10分钟，你要再迟到，我就去找别人喝。吃饭的时候能别玩了吗？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，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。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啊，事业心都很重。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。来了，超哥，好久不见。奶奶啊，才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她年轻的时候和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，那个就是似水流年的前身。这位是我的小老弟 KK， 放心，积极认真。那咱们老规矩。好，老规矩。我爷爷在我爸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奶奶一个人支撑起了店铺，是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听呢，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？那是本店特色，不爱喝拉倒。不好意思，小王，我得回房间一趟，我得发个邮件。这次的货不错吧？富豪精。KK， 把门锁上。超哥，怎么样？放心啦，老板那边我一定会把话带回来。好嘞。立川有什么夜生活？有，有有，肯定有。那咱们现在就过去。刘姐，哎，你这个小兄弟靠得住吗？哎呦，超哥，你就放心吧啊，是他，没有问题。最近出了事儿，瞧你紧张。走吧，帝王玉等着你呢。这个靠谱。哟，六哥。六亲爱的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哎，我女朋友在吗？路上不都是你女朋友吗？还有好多新朋友啊。走，看看你，走。六哥，干嘛？我今天胃不太舒服，就不去了。胃不舒服？怎么回事？赶紧走。走。不是，六哥，我胃真不太舒服。我说你小兄弟，一进去就舒服了，嫌多才好玩嘛。走。哎，算了，别那么扫兴。超哥，我小兄弟刚上道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我陪你玩啊。不好意思。走。回去。
纪晓鸥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你酒喝到一半放我鸽子，我要重重的罚。要不要买点酒，换个地儿罚？去哪儿啊？回客栈啊！我不回去喝，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，我还不知道。我发誓，如果我严谨，今晚对你图谋不轨，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。晚安，丫头。今天我去学校找过战宇，利川的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提。看来这小子不是真心打算跟我们合作。他可能有什么顾虑吧？再给他一点时间。已经没时间了，一次次机会摆在他面前，他自己不好好珍惜，再怎么帮都没用。我明白你这么做是为了纪晓鸥，但是尽快破案才是我们的目标。咱们得尽快掌握小美人和买家的交易信息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对 KK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，现在只能靠你了。我也实话告诉你，现在就连小美人也开始起了疑心，之前还答应我让我来负责运输，现在我提起这个事儿，他也开始转移话题。不会是你和纪晓鸥去利川的事儿被小美人知道了吧？应该没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和纪晓鸥有任何接触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但现在是什么爱不爱的时候吗？只能委屈纪晓鸥了。明白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现在刘伟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得想办法拿下小美人。既然他对你有非分之想，那就索性给他一个机会。只要他对你死心塌地，极力推崇你，刘伟就得让步。
梅姐千里迢迢来到梨园，还不忘把段哥一起带过来，在梨园风水最好的公墓里下葬。我想段哥也会安心的。今天我不请自来，是说有些冒昧，但段哥的事儿我很佩服。我也知道段哥在你们二位心里有着很重要的位置。今天是他的忌日，我也应该过来祭拜一下。梅姐，我能不能敬段哥一杯酒？段哥，很遗憾这辈子没能做您的兄弟，但请您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梅姐跟我伟哥一定会在梨园生活得很好，你安心吧。血流的太多了，我们还是去医院吧。不行，枪伤必然会惹来麻烦。那要不然去你家，我帮你处理。伟子，叫人去买一些处理伤口需要用的东西回来。你能行吗？没什么不行的，段哥以前受伤也是我帮他处理，我有经验。你开快点。货真价实的吧？既然你早已经决定了要接近小美人，干嘛还要在利川对纪晓鸥表白啊？情到深处，控制不住啊。你也不用生气，我呀，慢慢的跟你说，说的我都饿了。哎，给我做点饺子呗，我想吃羊肉馅儿。你的眼梦梦一样自由，蓝鲸吞吐海的温柔，将我轮回今生的守候，你主宰我内心的节奏。I love you， 请来我宇宙，痛快牵紧我的手，幻想
你的回忆，从黑夜直到白昼。I love you， 请来我宇宙，痛快牵紧我的手，欢笑和泪水，点点滴滴都是属于你的回忆，从黑夜直到白昼。嘟嘟嘟嘟嘟 ，Without you， 嘟嘟嘟，从黑夜直到白昼。